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Toyonter， 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这款来自鬼斧工作室即将出货的大洪荒四邪吃。这款角色呢，其实在之前几个月之前跟大家去做过这个样品阶段的把玩分享，那这一次呢终于来到了大货阶段。包装盒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巨大，是双重嵌套的这个感觉。那外包装呢首先是这样一个牛皮大纸箱，上面写着吃，然后在侧边有着这个大洪荒四邪的标识。另外一边呢，则是鬼斧工作室的这个一些简单的描述，还有 logo。纸品方面，然后里面的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的精致，这个风格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这种中系的这种绘制的感觉。然后呢，这边是吃的一张大头的线稿图，而且呢，这次的金色瞳孔的这个涂装，我觉得也算是非常安全且高效的一种涂装方式，也把这个角色作为怪物来说的话呢，显示的就是非常的凶恶。然后看到了这边的背面，则是一些就是玩具的实拍图，展现了这边的抱胸能力，还有一些这个配件量。我个人觉得呢，这次玩具呢主打的还是一个高可动，然后呢巨大的身形。主题方面的话呢，我觉得算是在这个就是中式文化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加上了自己原创的这个 IP 设计。虽然国人对于魑魅魍魉有自己心里的一些就是基本的形象建设或者是预期，但我还是觉得鬼斧工作室这一次的 IP 选择或者说这个形象的这个选择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就相比如果说你在做这个黑神话悟空的周边产品，你不选择这个天命人作为你的第一款发售产品，而是去选择比如说广志或者说其他的这种虎先锋这些妖怪作为先锋的这个发售，这种思路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挑战。其次呢，就是作为工作室的第一款产品，没有选择这种帅哥或者说这种美女性的这种素体，而是选择去开发了一款全新的大块头高可动的怪物形象。这一点呢，我觉得在于这个目前的国内市场上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那说回到玩具本身这次纸品部分再加上内容物，其实它是以一个基本上全搭载的状态装在盒子里面，打开之后呢，分装的主要是这把巨斧，然后这边的这个血液口水特效剑。这个特效剑呢颜色比较浅，但是我理解呢就是它啃噬过之后，然后从自己嘴里流出来的带着殷红的这个口水或者说粘液的这种感觉，后续我们再来看。另外呢，这次加码的是2只这个外来之瞳。我们先来看这2个小东西外来之瞳呢，其实我不知道它的这个设定到底是怎么样的，在官图里面主要是一个拆开把玩的这种小妖怪的形象，你平时放在一起呢是一只摆件型的这种妖怪，手部呢是有这种转轴旋转的可动，360的旋转平台90度这样的一个可以做出这种比较扭曲的姿态。腰部呢因为没有连接，它是可以旋转，内部呢则有这个肋骨的刻画，还有这种胸腔的刻画。当然呢你也可以摆出被这个巨斧劈成2半，以及手上拿着一半的这种造型。另外一侧呢身上呢也有这种发青的阴影涂装，状态呢肯定是比当时样品阶段是要好上许多。很可惜脚部这个地方是粘死的，没有可动。嘴巴这个地方或者说肚皮这个地方可以打开，然后显示出里面的这个眼睛。顺带一提这边灯光打下去之后呢，它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紫光灯效果，眼睛这边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另外一只未来之瞳呢，算是加码的这个产品，因为呢出货稍微晚了一些，我个人觉得其实问题不算是特别大，不是很夸张的这种感觉如果说第一次做产品不遇到一些风浪的话呢，确实不太可能那这一款呢就是纯红色的这种感觉，有一点像全息投影，然后又有一点就是这种红色的这种浴血的，或者说刚刚召唤出来的这种灵体的这种感觉。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属于一个 bonus放在一边。
开合的部分呢也是一样，都是这个地方。除了这边选择了这个黑色的金属轴啊比较显眼之外，其他的我觉得也是没什么太大问题。2款小角色呢就放到一边去。那首先呢，这一次的这个纸品啊，这个纸品呢，我觉得其实在反面应该印刷一些关于本次产品的这个 IP 世界观的一些内容，但是呢，这边呢又是写的相当于这个 product instruction， 但是是用类似于文言文的方式去跟你描述的这个产品的可动溯源，然后关节，然后呢就是把玩的注意事项。那看这期视频的时候呢，应该是6月8号，那算是高考的第二天。第二天呢，反正语文也考完了，那这个说明书那把死去的记忆又激活了。那回到主体本身呢，我们还是360度的旋转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身上的细节。相比之前的这个样品阶段，这次的阴影涂装、自洗还有这个血管的涂装都是做到了绝对的升级和优化。包括之前我提到的，比如说这边的肘关节的细节纹理，还有肘关节的这个就是齿轮关节的颜色方面呢，都做了哑光的处理。整体的这个观感呢，确实是对得起当时的这个售价。那无论你是盲定的399呢，还是后续的这个现货价格，我个人觉得呢，整体的做工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身高方面 ，A 字站立的话呢，大概从脚到头顶的身高是25公分。那这边做一个直观的对比啊。拿出之前我非常喜欢在手边把玩的这个 LC 工作室的大脚怪做一下横向对比。身高方面，它甚至比这边的这个大脚怪还要略高一点啊。厚度方面呢，则是在于伯仲之间。那本来在他们家自己的宣传视频里面，也有跟这个 LC 工作室的海伦先生做横向对比。那我这边呢还放一张他们自家跟这个我非常喜欢的曾经 Toybiz 最强组合人 Pete 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这个图片放在这里，可以感觉得到这款玩具呢真的是非常的巨大。身上的这个细节呢，我们现在来边看边玩。首先呢，斗篷方面以及这个兜裆部还有手上的缠布方面都做出了这个相当于污渍化的处理。那这边这个手腕的这个护腕部分呢，它其实做的甚至有一点像手甲的这个感觉了，层层叠叠的。这里采取的是一个这个魔术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取下来也是非常方便。取下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边涂装呢类似于大树藤蔓一样的这种经络。我觉得作为妖怪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它相当于可以吸收周围的气嘛。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血管在紫色方面选择这个颜色呢，我觉得也算是比较合理。然后指甲方面呢，也算是作为妖怪一样就是有一点灰指甲，然后呢整个纤维化比较严重，而且呢做出了这个黄色褐色的这种字洗，觉得还是比较精细的。然后是这次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项链的部分，或者说这个绑带的部分。这个绑带的部分呢，上面中间的这个符文标志呢，可以和它背后的这个纹路呢相呼应，那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纹理。这个凸起呢，或者说这个符文，可能也算是象征着在鬼斧工作室世界观下魑魅魍魉里面吃的这个妖怪本质的这样一个符文吧。然后剩下两边的这个前臂，再加上这个头上的小斗篷，或者说这样一个遮布，给它一种怎么说呢？处刑者或者说行刑人的这种感觉，个人觉得压迫感是非常足的。那如果取下这边的这个项链的话呢，你会感觉到这个兜裆布呢，它其实不是兜裆布就是这个头上的这个遮布呢，它其实可以去利用这个铁丝，然后改变不同的造型。你可以改的像这种样子，就有点像这种。乍一看上半身的部分呢，就有点像健身房的这个大佬喜欢穿一个自己手撕的这个无袖坎肩，然后顺便还戴着这个兜帽，里面戴着耳机的这个感觉，这样看起来就非常摩登现代了。那这样看起来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就是那种非常肃杀的，类似于这个处刑人或者说行刑官屠夫的那种感觉也都是非常酷炫的。而且呢，这个项链的位置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调整。
如果说要去做这个外观上面的升级建议的话呢，如果后续还有这样的产品，或者说有机会出配件包，甚至说我自己的话呢，会给这边用麻绳做一个类似于腰带的这个感觉，可以让它上下作为一个呼应啊，不然的话呢，它确实是2块布去做这个上下的遮盖，稍微有一点素了，可以在这个方面做一定的视觉化的改进。那这边取下来，然后呢把这个头套取下来，顺便来看一下它这个身上的整体素体的表现。这边呢这个兜裆布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它这边也是转一圈，完全的这个取下来。它这一次呢，我觉得在魔术毡的这个部分呢，其实设计的还是比较优秀，至少不会说你取下来之后呢不好把它穿回去啊。整个取下来之后呢，就相当于就把这款玩具的可动完全解放了啊。首先头雕方面呢，真的是非常具备压迫感的一张脸，而且呢你会发现呢，它这个为了使它嘴部可动不那么具备木偶感，就是这边的这个两边的这个线条不太明显，它把这个发就是两边的垂发挡住之后，这一点呢就是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这个遮挡，让整体的头雕一体性非常足够。如果说下一次能够提高这个门牙部分合模线的开模精度的话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呢无法掩盖它口腔内部的精细涂装，同时头上既是纹理又是这个眉骨的这个眉弓部分的细节，我也是非常的喜欢。头雕部分呢，抬头幅度呢大概是这么多，那低头幅度呢可以看到自己的巨大胸肌还有巨大的腹肌。那比较精彩的部分呢，主要集中在它的这个蝴蝶关节部分。蝴蝶关节部分呢，它这个斜方肌非常的高耸，通过提高它的三角肌的位置，可以让这边溜肩的部分就是视觉效果得到一些优化。然后呢这边呢是一段这种非常大范围的这种旋转关节，在这个胸部的垂直面，然后同时呢平台可以轻松的超过90度，而且呢这边的这个齿轮关节非常有超越完变形金刚的那种手感，个人觉得是非常不错。那同时呢大家也看过就是这款玩具可以做出类似于刃牙里面奥利巴的钢体术就是在这个块头下你做出双手并排的这个胸前，然后把自己头护住，然后用自己全身的这个肌肉去抵挡对方的攻击的这个感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个至少正面的视觉效果是非常的无敌，但是穿到侧面过去呢，或多或少这边会有一点穿帮，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无所谓胸腰关节的挺胸来到了差不多45度的地方，然后弯腰幅度呢也是这样一个水平，左右侧腰呢依旧是非常优秀来到了各超过45度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块头来说，甚至把这个腿部往侧踢，然后做出这个跆拳道的下劈的这个动作呢，都是 OK 的。但是呢，因为这个腿的实心零件你要硬抠的话呢，这边呢齿轮支撑力度是稍微有些问题。不过呢，你作为站立来说的话呢，随便一摆，它不会有任何倾倒的这个情况。而且呢，我觉得这边使用齿轮关节作为大块头来说，尤其是像武汉、广州、重庆这种比较热的地方去玩这些玩具的话呢，它会比一般的这种阻尼关节要有优势。因为阻尼关节呢，尤其是在超过30度的时候其实无论你怎么去保护你的玩具室内温度一旦是高过26度，它都会有这种关节发软的这个情况。那齿轮关节呢，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屈膝的方面的话呢，这个齿轮关节非常的清脆，而且不会有这个关节脱出的问题。包括呢这边的过渡呢也做的是 OK 的，中间中立位依旧是膝盖。两侧的这个延伸，包括呢这边大腿根部的自洗旋转都是做到位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呢，相对于之前的这个样品阶段，或者说是中间生产过程阶段来说的话呢，这款玩具的可动表现以及身上的涂装细节都是令人满意的。
手指方面的话呢，这次为什么零件这么少，主要是因为手是做了4指可动的这个手指，每根手指呢根部可以进行旋转，然后呢又多了2节的可动。没有大拇指的可动稍微有些可惜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设置呢，其实还是为了去很好的能够稳定的去握住这次的这把巨斧。整个在镜头面前操作，因为块头太大呢，还是比较吃力的。但是呢，好在关节方面把持的就是够给力啊。这支巨斧的话呢，我觉得在手握方面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如果你比较有时间的话呢，在手上把玩还是比较有乐趣的。那同时呢，这次巨斧的整个颜值是非常高的，一边是一张愤怒的脸，反面呢则是一张悲哀的脸，怒鬼和哀鬼的这种既视感。我是觉得后续如果这边能够在斧柄方面多加一些字体的话呢，这款玩具的表现会更加的完整吧。最后做个总结，这款玩具呢，作为鬼斧工作室的第一款产品，整体的把玩手感还有这个素质以及整体的分量来说呢，是值回票价的。也希望后续的就是产品啊，就是能够把这个 IP 逐渐的拓宽，因为呢，现在确实已经不是光谈日系、美系玩具的时代了，而是新中系玩具的时代。能够沉下心来去做产品，然后沉淀之后给大家交出一份这样美、这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卷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也算是非常的不容易。当然呢，这个最后呢还是得看的就是靠市场去检验这款产品到底如何啊。那我觉得10分满分的话，我会给到这款玩具8.5分的高分，因为确实我太喜欢大块头了，而且呢，在这个大块头的基础上呢，又是咱们这个算是中式美学吧。整体的感觉情怀也都是拉满了。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你会入手这款来自鬼斧工作室大洪荒4邪之手的吃吗？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我是拖延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